现在欧盟的问题，我觉得除了长期以来对欧盟，川普就有他看法。接受访问的时候，他说以前像伦敦，我去伦敦、巴黎，多漂亮啊！现在简直惨不忍睹啊！其实欧洲是没错，欧洲所有大城市现在都基本上不是小偷就是强盗、扒手，满街都是，比美国大城市还严重。俄乌战争也，欧洲的做法也彻底激怒了川普啊！我现在美国已经在国安报讲，就是说要赶快结束俄乌战争，重修美俄关系，就是你欧洲那边做对。川普对欧洲的骂的已经是很清楚了，他说啊，这些人啊根本不晓得他们自己在做什么。白宫在上个礼拜发布了新版的 NSS 啊，也就是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在当中呢就尖锐批评了欧洲政策啊。现在这个事情呢，在欧洲已经开始发酵了。川普在接受 Politico 的专访时呢，他持续上周对于这个新版国家安全战略当中的激进论调哈，他就在访问当中直接说，他说大多数欧洲国家正在腐朽，他认为呢，欧洲的移民政策简直就是一场灾难，而且呢，把矛头指向了政治正确这件事情，说就是所谓的政治正确让欧洲变得更软弱，甚至他还语出惊人的表示说，欧洲领导人当中有一些真正的笨蛋 ，real stupid ones 哈，这个用到，当然川普的言论常常就是你是 stupid 啊，或是说人家是这个不可理喻啊什么的。好，那当然我们说现在在欧洲发酵了，欧盟理事会主席啊立刻反击，他说我们无法接受威胁干预欧洲政治的行为。美国无法取代欧洲公民来决定哪些政党好，哪些政党不好。美国无法取代欧洲来决定美国对言论自由的看法。意思是你美国有你自己的看法，我尊重，但请你不要伸手插到欧洲这边来，你管太多了。好，所以说现在看起来美欧的关系，最近这几天大家一直在讨论，是不是真的生变了，会变得越来越糟糕。川普对于欧洲的政策真的是面临很大幅度的调整，甚至会有一个很大的改变吗 ？Ross， 首先我不得不说，川普根本不在乎这个 Costa 说什么，因为川普不知道这个人是谁。对他来说，欧盟的对口是 von der Leyen， 对，因为他已经执委会的 von der 主席 Leyen 嘛很熟，尤其是进行贸易谈判的时候，对口都是 von der Leyen， 而且其实我们欧盟之外的人就是很难懂这些欧盟里面不同的委员会、执行委员、主席这些位置，找那个最大就好了。这好复杂。对。但是对川普来说，真根本不在意这个 Costa 说什么。而且川普还有他的团队，不管是川普本人、副总统 J.D. Vance、国务卿 Marco Rubio、一些共和党籍国会议员，他们对欧盟的态度是非常非常明确的，所以他们不会突然说一些比较友善的言语对欧盟啊，他们还会继续将来会继续批评啊，不管是哪一方面，比如说最近几天欧盟对 X 平台罚款，那有给美国政治人物、美国政府一个 reason 来攻击欧盟啊。对本来是因为移民或国防投资不够等等啊，但是欧盟这个罚款，针对 X 罚款，那就让美国非常非常火大了。所以美国真的是有很多不同的理由来批评欧盟，这个不会改变了。对，那大使您怎么看？因为现在想说，如果美国跟欧洲之间，因为长期以来是盟友的关系啊，盟国的关系。可是川普的话常常听了就会让人觉得很反感。如果你是欧洲的领导人，尤其英法德这几个，然后大家现在可能在想说，我是不是那个真正的笨蛋之一？其实川普对欧洲一直都有看法啦。那其实很多这些美国的这些媒体也说，他说现在美国从他的这个最近这个国安战略报告，他说已经不是蔑视欧洲，是敌视欧洲了。而且他们在里面已经发觉了，事实上 Financial Times 他说他发觉美欧之间已经出现意识形态的鸿沟。他这次这个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还特别讲了一句话，让欧洲人听了有点毛骨悚然，就是说，美国政府将在欧洲各国内培养对欧洲现行发展路线的抵抗，意思就是我颠覆你啊，我控制你的政治啊。
所以最近这个美国有一个杂志美国有一个杂志，他突然写了一个报告，他说这一次的国安报告有2个版本，一个是长篇，这是33页是短的，还有一个长的是不公开的，里面明确讲说美国川普政府要颠覆，要把其中4个欧盟的会员国把它怎么样反正叫它脱离欧洲。哪4个？这猜就知道，匈牙利、这个荷兰不是匈牙利、意大利，还有什么波兰这4个。对。那当然就是说，后来川普的发言，这个白宫发言也没有说我没有那4个，他只是说我们只有1个版本，没有秘密版本。他也没有出来。所以现在欧盟的问题，我觉得除了长期以来对欧盟，川普就有他看法，因为川普前2天接受访问的时候，他说以前像伦敦，我去伦敦、巴黎，多漂亮啊，多怎么样。他现在简直惨不忍睹啊！其实欧洲是没错，欧洲所有大城市现在都基本上不是小偷就是强盗，然后呢扒手满街都是，那比美国大城市还严重。所以呢，事实上，川普可能就是说，他认为他的祖先是欧洲来，他有点看不下去。不过我认为现在有个问题就变成就是说，俄乌战争欧洲的做法也彻底激怒了川普啊。我现在美国已经在国安报告讲，就是说要赶快结束俄乌战争，重修美俄关系，就是你欧洲那边做对。所以川普对欧洲的骂的已经是很清楚了。他说这些人怎么讲呢？根本不晓得他们自己在做什么。他们事实上做的这些很多事，不仅是妨碍到我美国，对你们欧洲的前途也是一个非常负面的做法。但是川普为什么自己也不检讨？是美国，也许不是他在任的时候决定。就讲到这俄乌战争，这欧洲现在的议题，难道不是美国自己把欧洲给拉下来吗？美国怎么拉下？就俄乌战争呢？俄乌战争，川普常常说，如果我本来有连任成功的话，普京不会动手，对不对？川普那当然就推给拜登嘛，他的前任嘛，推给拜登嘛。对。但是川普也是认为这个战争还是欧洲要负一些责任啊。虽然我们可以不同意川普这个说法，但是真的相信。欧洲在背后支持乌克兰，然后乌克兰不管是在东部有推很多乌克兰化的政策，比如说语言方面、文化方面等等。那川普真的是认为这个是激怒普丁有理由动手。虽然很多人是反对川普这个思维，但是川普真的是往这个方向走，所以。他真的认为这个战争不是100%普丁要负责，他还是认为欧洲有一些责任。所以因为这个理由啊，不管欧洲说什么普丁维权等等，那川普还是会他看这个问题还是会把一些责任推给欧洲，他不会100%认为都是普丁的错。但是世人不解的是说，为什么？美国要建立一个美国心目中的欧洲，那欧洲自己不能够自己建立自己的欧洲吗？为什么一定要美国人觉得说，我觉得欧洲应该什么样子？包括像说巴黎、伦敦都变得现在不是我以前的样子了。那本来要把世界都变成美国想要的样子，现在已经退步了，只管欧洲了。好，所以提到了俄乌。《华尔街日报》呢最近就披露说，如果川普最终选择放弃对乌克兰的支持啊，并且向安全议题上面呢，向俄罗斯让步的话，欧洲已经有多个国家正在密切考虑要用极端手段来回应啊。那包括采取被形容是核选项的金融报复措施，要来动摇美国的经济稳定。意思我们就来个鱼死网破哈，你不让我好过，我就不让你好活。那重中之重就是我们刚刚特别提到了美债啊，到2024年12月为止哈，英国讲到了美债呢，英国持有大概是7227亿的美元的美债，然后呢，欧盟成员国呢大概合计大家加起来的1.62兆美元的美债，两个这样相加是2.34兆美元的美债，折合新台币大概是73兆，其实算蛮多的哦。
那也让欧洲成为美国国债最大的外部持有集团。但是说动用核弹级的金融手段哦，应该只是说嘛哈，应该不会是真的想这么干嘛。当然，延续刚才 Ross 跟大师讲的哈，就是说基本上欧盟的存在是避免法德两个国家打起来。那欧元的存在是为了抗衡美元，可是欧元的价值是建筑在美债之上，而现在世界越来越往右边靠的时候，每个国家的利益又不一定跟欧洲整体利益是一样的。那诚如刚才Ross 跟大使说的，事实上全世界最重要的关系就是美国跟中国的关系。可是中国跟美国永远都不应该是个竞争关系，真正竞争美国的是欧洲，因为它有价值，它有历史等等。法国总统马克宏他在这个礼拜到了中国大陆去访问，那特别在四川呢和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了一场非正式的会晤，两国元首就在山水之间呢，因为这次强调呢，除了要这个非正式会晤啊，讨论交流一些国际议题以外，当然呢也会安排一些旅游行程，所以这次也特别看到了他们在非正式会晤时有特别强调一点，就是全球在不确定性的升高下呢，中法两国将会透过对话合作维护世界和平稳定，而且推动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的向前，并且呢，也将会针对加强全球治理这些相关议题要发表5项的联合声明。这次也看到习近平和他的夫人彭丽媛热情接待马克宏夫妻陪同他们看山看水逛街。我想问的是因为大家看到是比较软性的画面但是对照最近来，我先给大家看一张图片。马克宏在去中国大陆之前呢，才和这个包括了英国首相施凯尔，还有呢德国总理梅尔茨他们3个人，这不是最近的照片，而是强调他们其实进行了一场秘密会议，当然谈的是乌克兰议题。不过他还在想说，这到底在谈什么？其中有一个标题是这么下的因为德国总理梅尔茨说，我们都被美国耍了，所以接下来欧洲自己也在找自己的位置，那特别是跟中国大陆之间的关系。不过马克宏抢先这个其他德国英国他抢先到中国大陆去访问大家也想说还真快，那它后面的意图是什么呢？首先大家都知道，法国从戴高乐以来呢，就一直主张他的外交是比较自主的。马克宏也曾经说过，全世界的民主呢是由法国作为他的先驱者。但是另外还有一个角度，就是法国的军事跟军武的能力一直是在北约之外，就是它并不是完全在北约的体系里面。所以真正的要有在国际上面发言权，你既要有外交的能力，你要有军事的实力跟经济的话呢，法国是在欧洲希望有一个欧洲自主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同时，现在如果我们看到世界的话，我觉得最大的局呢，应该是在川普的概念里面的3分天下。怎么说呢？如果你从 Mearsheimer 说美国是一个美洲的霸权，但是其他州不可以有霸权，也就是说最后剩下一个霸权，就是美洲是全球的霸权的角度来看，曾经有一段时候在冷战结束、苏联解体之后呢，美国是单一的超级强权，其他的都在它底下，没有一个跟它能够相提并论。可是现在似乎有其他的力量起来，从欧盟开始，然后亚洲的中国崛起，所以他现在要 mega。他最好的一个可能性，就是已经没有他做唯一的一个老大的可能性。他最好的一个可能性是美洲还是美国作为老大，所以他处理了洪都拉斯、委内瑞拉，他要让他后院呢没有其他国家的势力可以介入。另外，他就希望在欧洲或者是亚洲呢，各个有一些平衡的力量。譬如说，在欧洲，当然前面有俄乌战争拉了欧洲的经济。后来，如果俄国仍旧是欧洲的芒刺再备的芒刺的话，那整个欧盟以及北约增加的军费呢，就会使得欧洲受到一定程度的阻挠，不会这么快的崛起。亚洲当然就是我们已经讲了好几个礼拜的，从高市早苗到台湾有事，就是让中国大陆的某些力量要把它分开。我们时常说备则分支，它要要分散他们的力量，使得一个强大的美国呢，还是没有其他真正的敌手，虽然会有别的强权区域的力量会出现，这就是在川普第一任到现在，他一直福音的强国政治、大国政治。所以如果你看到的话，马克龙当然很聪明因为欧洲能够讲话的，而且
不像英国或者是德国在军事上面那么受制于美国的，只有一个法国。对，所以他来做了第一轮，希望能够借着中国的力量呢，让俄国去牵制欧洲的这个力量能够减缓。他不是说要做其他的事情，是希望俄国不再去这么厉害的牵制欧洲，所以他带了也有商务，也有什么什么。但是我觉得同一时间大家要看一看习近平先生的外交其实是很有策略的。上一次跟马克宏见完面以后，就去有古琴，然后知音去讨论高山流水。这一次呢，讨论完了以后呢，就跑到了最重要的水利工程都江堰。是，而且大家知道那个地方附近还有青城山啊，就是道家养生的一个非常好的地方，也可以给他看到从成都开始的一带一路的新发展。对，所以到那个地方，表面上是都江堰，其实看的难道不是成都？难道不是新的中国在还有中亚跟欧洲中间的这一系列的长期规划跟已经进程的建设嘛？对，所以欧洲要好好想一想，你到底要不要跟着美国走？对，欧洲有深远的文化，但是中国大陆也有绵延无常的文化哈，就是所有都在铺排，所有其实都有意义的。金哥怎么看？因为双方曾经因为电动车的关系哈，这个闹得不可开交，也曾经产生了摩擦哈。但现在为止，这件事情就平息了吗？还是后还有戏？我想啊，这个大国之间啊，为很多商贸的议题啊摩擦，到了最后都有某种程度的妥协。这个因为啊，相互交往的议题那么多，两害啊相权取其轻，两利相权取其重。去看看那些啊，就是去的企业名单，你就知道有些啊是有求于中国大陆，有些是可以啊在中国大陆去开展市场。所以说，你今天为了一个东西，然后就卡在那边，然后这个举步不前，这个是这手法太烂。没错。所以呢，他要有很多的这个，就是说这些。但是我必须要提醒一件事情，他们先在北京见了面，然后呢，马克宏先去，然后这个习近平在耽搁了差不多接近1天之后才飞过去，然后陪同的这样去做。我想啊，大家要提醒一件事：中国共产党到今天为止还是集体领导。换言之，也就是说，习近平这个担任总书记，必然是在北京的时候，这个马克宏提了某些东西，他觉得应该跟大家要这个高层要搞清楚，而我们应该如何。因为有很多事情，中国大陆很多事情不是那么独断的，你知道，所以他沟通建立共识，然后再去，然后再谈，所以才有后面那么5项联合声明。所以大家一定要提醒到，就是说中国大陆有很多时候我们判断这些事情不要一切事情都认为这习近平一个人要讲话就算。你去看看最近有一个这个影片，习近平在介绍这个送给这个李在明这个就是这个礼物的时候，这是宣纸，这个是那个叫做辉夜我看到那个华为手机，旁边人家就纠正他说，对不起，这不是，报告主席，这不是。这个是这个端砚，你知道，它是这个肇庆县的端砚，那个是徽墨，对，我搞错了，这是徽墨。所以你要知道一件事，那个影片出来其实对于中国大陆而言是大家相当震惊，就是在外国总统面前，他的部下可以去纠正他，你讲错了，那人没有不掉渣的嘛，对不对？都会讲错字嘛，对不对？可是相对于北京，你看看。我们这个就是总统这个讲了，这个就是2027年到底是准备还是要把这真正的武统还是完成准备？你知道，讲错话掉渣，这没什么关系。可是我们的总统府发言人出来是跟那个 Rambo 一样，把全世界的媒体先骂一顿，这就是小格局跟大格局的差别。就是有错就不是，对不起，他们都已经超过65岁，都是领敬老卡的人，讲错话掉渣，这是很正常的事嘛，对不对？我刚刚在讲的时候，我在想说，对。后来是看到不知道是华为还是小米的这个手机嘛，这习近平也开了一个玩笑嘛，就是你在对有没有后门啊？那个小米他讲说两个人互动蛮有趣的。对你检查一下有没有后门程式。您刚刚提到，我们来看一下，在右下方这边欧洲时报也特别提到说，法国的总统马克宏这次带了一个庞大的这个商业居多的这个访问团，当中有包括谁呢？像是这个威利亚集团还有像法国的电力集团。还有空巴是一定会有的嘛，对不对？还有苏伊士集团，还有达能这些旅游
奢侈品集团。就像刚刚金哥所说的，毕竟还是得考虑到中国大陆是一个极其庞大的市场啊，你在这个地方你总得有一些商务的一些合作，跟希望能够销售。那但是呢，大家也看到，在经济合作部分，黄老师觉得哈，特别在科技的部分哈，有没有什么合作的亮点或重点？中方跟法方这边的科技供应链又有哪些是我们平常不太知道的地方？哦，这个说到不为人知，恐怕我也不是太清楚。但简单来说，这个如果说中法的合作上面，其实法国有一些地方确实是大家常在忽略。大家觉得法国是一个非常浪漫的国家，但法国在基础科研上，他们也是非常的扎实。他们包含 CNRS， 就是他们的一个研究中心里面，他们每年投入的经费是非常非常多的，是，然后也在非常地方设立了一些小型研究所，然后跟当地的大学合作。那我自己在看法国，除了这些奢侈品、葡萄酒、空中巴士等等之外，他们在所谓的高纯度气体的电子用气体，然后检测技术，还有核能这几个方面，都是非常值得去重点关注的几个部分哦。为什么呢？它跟中法之间的合作，中国可以提供它很多落地的场域、场景以及机会。那法国提供了什么？它未必提供最先进的技术，但它可以提供中国很多的可靠度。今天它能够做到这么高的高纯度的电子气体，那它在检测技术上绝对是非常没有问题的。那在核能的泄漏、检测、安全、安规，他们都有一套自己制定的标准。这个其实才是中法在经济合作、科技合作里面应该准确的去瞄定的一些点。就是像刚刚张老师说的嘛，就是看格局大。格局还能更大，对，这个才是基础建设的部分。而且针对3位刚刚所提到说，国际外交之间哈，真的就是没有什么放不下的哈。你有些时候其实像你看，像法国就是马克龙跑第一步，然后接下来呢，其实包括像德国，目前也是预计啊，他的总理在2026年年初可能会去。然后呢，英国呢目前是安排在1月哈。现在欧洲当然这3个国家主要的国家都各自有盘算。我们来看世界的权力结构现在是不是进入到一个即将要调整的阶段？好，是不是被川普有可能改写呢？为什么这样说哈？因为最近有许多家美国媒体接连的爆料说，川普正在酝酿一个想法，他要颠覆战后秩序，有一个全新的核心5国C5的这个架构。那这个架构呢，这核心5国是哪5国呢？就是美国、中国大陆、还有俄罗斯、印度跟日本。这核心5国未来希望能够取代原本的 G7。可是你会看这个 C5啊，它不是美国的盟友，不是传统的美国盟友哈，那也不是什么价值同盟，而是全球现在最关键的5个国家，就是刚刚特别提到了中美俄印日。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这5个国家全部都是硬实力的玩家。好，但是大家也就发现了，奇怪，怎么看了一下，没有英国，没有法国，没有德国，没有整个欧洲因为欧洲就是以英法德3个是最主要的这个强国，整个欧洲被直接踢出局。俄罗斯的前总统梅德韦杰夫呢，他说了一句话，就点破了这个 C5的本质啊。他说这就是对欧洲的公然侮辱，也是在宣告欧洲已经不再是全球主导者之一。这句话如果听在欧洲的这些领导者耳中呢，真的可能不是滋味哈。所以马老师，这个我们都知道，川普他一向是非常崇尚强者作风，而且你越强，他越尊重你。所以他说呢，普丁很强，我尊重他；习近平很强，我也尊重他，我跟他还是好朋友。可是当然，目前美方是说没有啦，没有这个 C5的这种说法了哈。可是这个难道是空穴来风吗？现在它的 C5，它背后的一个想法，它的逻辑是什么？我觉得这个我觉得可能不见得是空穴来风，主要的理由是10月30号这个美中领导人在峰会的时候，大家记得的话，川普说 G2 在过去不太被提出来，但是被川普提出来，然后我还想说是不是他讲错，就没有在接下来1个月里面，川普讲了6次。那也就是说，他现在在川普眼中的中国，实际上是某种程度的这个对，就是等于说跟他有点类似平起平坐，才会被称为 G2 嘛。那如果这个想法继续延伸的话，刚刚所提到的 C5，我觉得非常有可能按照他的这个思维模式来看，因为这5个国家 GDP 加起来占全球45%。人口占了42%然后军事实力的话，
中美俄大概就分占前3名，日本排第8，印度排第4，所以基本上这个就相当于是过去联合国的5强。那过去联合国的5强是在2战体系之后划定，已经80年了。那这里面就这个英国跟法国就被拿掉在 C5里面吼，所以你看得出来他的思维上面非常符合川普的这个思维形式，就是强者说话，而这些他挑出来的强者有一些特性，就是这些国家都跟太平洋有点关系吼，其中4个国家是包含俄国，它有这个远东地区的这个军港，所以其实他们都可以伸手到太平洋这边来。那连着就是印度，像印度洋，所以你可以看出他思维里面未来的印太可能它的重要性远高于过去我们讲的心脏地带近东，或者是像过去我们认为欧洲是这个世界国际舞台的主体，看起来就整个往这个方向移。然后另外更重要是这里面它有共产主义国家，有威权国家，民主国家。换句话说，对川普来讲，意识形态一点都不重要。他打破对过去有东西对立，所以俄罗斯跟美国不会在一起，也不会跟中国在一起。然后有南北对抗，有发展中国家跟工业国家的对抗，但这些对川普来讲一点都不重要。这里面有发展中国家，它也有工业国家，然后它既有共产主义国家，也有民主国家。所以我觉得对川普来看，这 C5被提出来，感觉上就是这一切意识形态都不再重要。但是 C5的组成会不会很困难啊？你光是 C5，你光是讲说美国好了，美国川普就讲说美国优先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啊。那其他 C4， 对，那另外4个不是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2个都要伟大复兴国家，我觉得要成型真的不太容易，这里面矛盾很多，客观上来讲。但是川普是一个特别的人，就是说在他的这个在任的4年内，也许他有这种想法，说不定会往这些方向走，而这些方向好像透露出他内心世界的一些东西。但是长期来讲，要回到建制派或是传统的美国来讲，我觉得要达成这样的 C5的概念新组成，我觉得还是困难了。对，不过对这个 G7里面的这些欧洲国家来说，情何以堪啊！这个原来除了这个 Great 以外，还有 Core， 就是没想到还有更核心的，就是这个 C5啊，但是我们却不在其中。所以呢，最近大家也在看的一件事情，就是美欧之间的裂痕会不会越来越大哈？因为川普毫不讳言的公开批判这个欧洲都是一群软弱的领导者。还点名了说，欧洲从移民问题到俄乌战争，甚至呢还对美国企业开出了巨额罚款啊，当然都被川普认为是在扯美国的后腿。媒体更是指出，他们整理了一下，在川普眼中的欧洲问题，至少有包括国家安全和武装都在搭美国便车；经济上奉行保护主义，用巨额罚款惩罚美国的科技企业；还有政治正确绑架决策啊，移民跟意识形态呢拖垮了整个欧洲的实力。对于中俄呢，只会喊口号，却不愿意承担代价，独自留美国在前线苦撑。好，真的是毫不隐瞒的表达他的不满啊。那所以回到川普最想的是欧洲要怎么配合他？当然，他第一个考量还是贸易经济方面，所以其实今年跟欧盟达成的贸易协定，对川普来说算是一个大的胜利了，因为美国可以调高关税，欧盟没有调高对美国的商品的关税，然后另外欧盟同意答应川普大金额投资美国，所以第一个考量是经济，那另外第二个考量就是我们刚刚有讨论到北约国防这个议题，那北约成员国家大部分在最近几年也是开始提升他们的国防投资了，所以某个程度上可以说，川普在这方面也是达到目标了。所以现在在打什么？那就是一个文化战。美国国内会叫做 culture war， 所以美国跟西欧国家的确是进入一种 culture war 啊，这个很难解决，因为对川普还有美国共和党、美国右派保守派来说，连欧盟的传统右派政党也是太左了，所以美国这些政治人物，比如说 J.D. Vance 副总统等等，都越来越愿意公开表态支持最近几年崛起的欧洲极右派的政党，因为这些政党都是有非常保守的概念，不管是因为你刚刚讲说，就算他们是极右派，但是在美国的这个你刚刚讲的那一群人眼中，还是属于偏左的。我说传统的
欧洲右派 OK 是太左。所以这些美国右派政治人物才开始支持他们，支持这些极右派的政党，比如说 Reform UK 或这个德国的 AFD 等等。美国这些保守派的共和党人是愿意公开支持这些极右派的欧洲政党，因为他们真的觉得欧洲在文化方面真的是实在太左了，所以那像美国不是管太多了吗？管到人家文化去了。他们愿意说什么，他们就可以说什么，对不对？欧洲国家也没办法禁止美国总统、副总统说什么，所以而且其实对美国右派来说，这是非常非常方便。我说你可以批评这些外国的政治人物，那你就可以在国内也可以打知名度。所以你看好未来美欧之间的关系吗？现在有说裂痕会越来越大。其实不管吵来吵去这些文化议题、移民等等，重点还是在贸易方面了。川普真的希望可以就是从美国的角度来说，改善一些过去的贸易问题。OK， 好，所以这个刚刚提到说，川普的想法其实很多，又想把这个 G7 改成 C5 哈，用 C5来取代这个 G7 哈，甚至之前本来说呢，希望考虑让俄罗斯重返 G7。然后呢，考虑让中国大陆加入，然后变成 G9 啊 G9，但是都遭到欧洲强烈的反对。更关键的就是呢，我们之前也讨论过哈，在川普2025的这个最新的国家安全战略当中呢，已经不再强调跟中俄之间的超级大国竞争，好，非但没有谴责俄罗斯侵略乌克兰，更把美国描述跟莫斯科之间重建战略稳定的调停者，哈，说美国就是当居中的协调者。就连多年来的这个对中国大陆的核能力的扩张，在新的这个 NSS 的报告当中呢，也被轻轻的一笔带过啊。所以刚刚讲了，不管是 G7， 然后邀请俄罗斯加回来，然后呢，或是再加一个中国大陆哈，美国似乎跟欧洲好像渐行渐远啊。同样的问题就是，刚才 Russ 您觉得文化可能是一个最 critical， 而且是很困难的哈。除了这个贸易战啊，或是其他的一些部分，那在最新的美国国安战略当中，现在又看到对于中俄之间的这个还有美国之间的这种竞争轻轻一笔带过哈，所以未来这个整个世界的秩序会是如何？孝伟兄怎么看？今天欧洲在这个乌克兰冲突中让川普彻底看破了手脚，也就是他认为你欧洲人根本就只出一张嘴，钱也不愿意出然后这个那个武器装备出的少少的。那但是其实又要一个更残酷的现实，就是说，其实在经过20年的反恐战争之后，美国的军事力量其实有了很大的转变。美国川普政府在12月4号所公布的一个最新版的国家安全战略，这个缩写呢是 NSS。在台海的方面呢，这个内容当中重申了美国不支持任何片面改变台湾海峡现状，必须强化美国及其盟友在太平洋第一岛链的能力，以阻止任何夺取台湾的行动。但是呢，华府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的研究员叫费瑞安，他提出了他的分析，他认为呢，川普用了不支持这个字对照先前他的前一任就是拜登所用的是反对，但是代表的是明显的降级了。那这也是政策漂移最明显的证据。而这种降级之后的表述呢，也将会成为美中之间未来谈判的新基准。因为大家都知道，川普在参加 APEC 的时候已经说了明年4月2026他要访问中国大陆。另一方面，在最新的报告当中呢，也没有提到一中政策、台湾关系法等等，把相关的承诺从美国政府制式化的战略框架中给移除了。那这是费瑞安的分析。大使怎么看这个分析？还有目前我们从川普的角度来看，美方现在要营造的是什么样的一种氛围？当然是营造一个比较缓和的、跟中国大陆友善一点的，因为美国明年的政治议程相当的敏感，也相当的重要，对川普来讲是相当重要。明年这个年底有这个期中选举，然后现在手上还有几个案子比如说这个美国最高法院对于这个川普的关税政策最后的判决还没有出来，那另外一方面还有很多这些联邦参议员或者一些出缺的改选所以美国明年又很快进入一种选举的气氛。那还有就是说，美国的经济明年的状况还是比较不可测，那还有很多外部的因素，
所以川普基本上需要有一些好的消息。那这些好的消息就譬如说什么，对这些产业界来讲说，你们放心，稀土我跟习近平主席搞得定，你们放心，不会断货。那对于他中西部铁票区的这些农业选票，那可以说你们放心啊，这一次啊，习近平主席买了有史以来最高的一次的大豆。对，你们那个不必再修谷仓了啊，你们放心。你知道后面还有好几船呢，还有好多船，你们放心。先开支票再讲嘛。先放支票，然后呢，另外一方面呢，这个有关关税的部分呢，跟中国大陆不会进一步恶化。中国大陆也不会有进一步的这种报复性的措施。所以明年川普对中国大陆是一个怎么样？是一个希望休兵1年的一个情况。这是贝森特事实上在上月11月25号、11月23号川习通电话，25号贝森特上电视接受访问。他的这个他的说法营造一个气氛，就是说明年大家不要放心，美中关系是休战，而且呢，美中关系现在是由双方的元首来引领方向。对，那明年习近平跟这个主席跟川普呢会见面4次，这4次的场合，一次是川普4月份要去中国大陆做国事访问，下一次就是明年的适当时期，习近平要到美国做这个国事访问，因为美国明年是这个 G20 的轮值主席国，那他有一个高峰会，他们也认为习近平会来，那明年又是 APEC 这个中国大陆做这个轮值主席国。所以川普有兴趣去中国深圳去参加这次 APEC 的峰会，他说明年就4次。对，所以他认为只要这个元首之间能够正常的见面来交换意见的话，这个关系就是稳定的。不过他讲这些话基本上就是要稳定这个关系。那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所以他现在很多这一次的这个国家安全报告，之前有很多传闻，美国的媒体报道就说贝森特亲自干涉，而且他是希望在有关涉及中国大陆的部分呢，措辞要比较温和。就因为他的坚持，这件事情停了，这个国安安全报告停了，慢了两三个礼拜才出来。那我认为，其实贝森特他今天能够就是说坐那个位置坐那么稳的话，就是因为他没有自己的意见。在川普下面做事，你自己意见很多的话，你老早被干掉了。而且大使，你刚刚提到贝森特是讲4次嘛，他就说数了一下，明年4次，那第一次呢，当然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明年的4月份嘛。万一第一次就出现变数的话，哇，那面子挂不住哈。所以现在是不是说都是以见面为先？来，最了解川普的人之一的 Ross。川普去参加深圳 APEC 的可能性真的不大，我觉得不大。你觉得不大？因为如果他4月份去中国的话，第2次去中国，我是觉得对他来说，这样我是太给习近平面子，所以我觉得可能性不大。而且我们知道，其实川普也不希望外访啊。虽然他已经答应了，他明年4月份会去中国，但是1年去亚洲2次。难，而且去中国2次，真的，我真的觉得是他不太想，而且他也要考虑到因为那个东亚高峰会，他今年去吉隆坡参加，那如果他明年一样要去，明年是在 Manila 对不对？因为 Manila 是东协的2026年的主席国了，那他要考虑到要不要去 Manila， 那如果他去 Manila 参加那个高峰会的话，又去深圳的，虽然距离不远，但是我认为可能性不大，而且要看这个其中选举的结果是如何。对，好，你说的是年底的事情，我说是2026哈，起码4月一定也得建成嘛，对不对？所以除非在将来几个月有变数。你觉得什么变数？军购案，如果川普真的答应台湾很大规模的军购案，那或许会让中国很不满。那如果是规模比较小的话，也是要看是包含哪些项目。比如说，如果是美国已经买的系统多买1剂枚飞弹之类的，那或许中国是可以接受。军购还有呢？其实中日会不会有影响？
应该不会吧？不会我们虽然很多人说哦，华尔街报的这个蔡老师才是专家，很多人说华尔街是骗人的，没有都是假的，但是很明显。从川普先跟习近平，后跟高市早苗通话之后，高市早苗的说法真的有改变，他很明显要把这件事情讲稳。你觉得高市早苗最近的一些做法，确实希望能够缓和下来，对不对？是川普希望缓和，高市早苗就配合川普了。所以你刚高市早苗配合川普，你刚问我中日关系会不会造成变数？我觉得不会，因为只要川普说，不要闹事，那高市早苗就会说，好，总统我不会，这个已经很明显，好不好？但是有另外一个变数，虽然最近很多人是没有讨论到，因为川普也没有直接提，但是我不能排除，因为过去有产生问题，那就是宗教自由人权的问题，尤其是最近中国有抓这个基督徒啊，那这个 issue 这个问题，其实川普有受到很多共和党压力，不管是国会议员或外围组织、智库、美国宗教机构等等。那另外就是这个李志颖的，就是香港啊，他的案子快结束，快会宣判啊。其实他在美国保守派那边有很多人在支持他，已经很多次向白宫施压说你要违戒这件事情，你要直接跟习近平说要释放这个人啊。所以如果宣判，比如说判他要坐牢多久，那或许美国会说话，一样也会造成。所以我不排除人权这个问题会再次出现了。好，我问中日是因为现在这个风波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有似乎这个平息，有缓和，但是没有完全的停息哈。那地缘战略上，我们刚才特别提到说，美国最新版的这个 NSS 啊，国家安全战略也指出说呢，美方要在第一岛链，他们说要打造能够在第一岛链任何地点阻止侵略的军力。文件当中也直言说，美国没有办法，也不应该单独完成这项任务啊，所以他要求盟国必须要加强集体防卫，并且投入更高额度的军费，要求在第一岛链内的日本、南韩。提出他们的提高他们的军事支出，增强自身战力，同时扩大提供美军基地还有港口的使用权来增加嚇阻能力。日本方面当然免不了得提到还没有平息的中日关系啊。现在呢，日本这边是决定要收紧一项对中国大陆的政策哈，因为执政党的自民党呢有相关人士透露说，日本政府考虑把外国人取得日本国籍所需要的时间，从现在的5年以上调整为10年以上。好，那在中国大陆的移民这边啊，就是说，日本在日本的中国大陆移民到底有多少人呢？到2024年年底为止，最新的数据是已经接近超过90万人左右。目前呢，中国民众也是日本最大的外国人社群啊，当中有留学生啦、技术人员啦，还有经营者，还有呢寻求永住权的这些多元的族群。那蔡老师，所以日本在制定刚刚讲，他们要把时间再多5年啊，他们在制定外国人政策的时候是怎么样去做权衡取舍？因为我相信对日本来说，中国大陆的移民也是很重要的，不是吗？中国大陆去日本的话，确实是很重要。但是移民这2个字的话，对他们来讲定义稍微有一点不同。因为对我们而言，移民的话，等于是你可以把你的家人全部都带过去。但是中国人在大陆的话，90万人是包括我们讲的永住权、留学生什么这些，全部加起来大概就是90万人。但是他们也认为应该是一个对等的。为什么？日本人并不大喜欢去中国大陆了。我们用一个最新的 data， 他们现在在中国大陆的全部的日本人不到10万人，只有9万多人，所以他们事实上是不是喜欢去的？第二个的话，一个他们叫做规划，然后一般来讲，我们就是移民，等于就是说你要放弃你的国籍，进入到日本的这一种国籍。过去他们认为这个是5年，可是你要拿到永住权呢是10年。为什么移民就是我们讲的拿到那种国籍是5年，然后他这个是10年？那过去他们的一个想法就是说，他们因为人口下降，他希望说有一些好的外国人能够来的。那这个来的话，他们现在的大臣叫做小野田纪美大臣，他的名字叫做和国人、外国人有秩序的共生社会，他希望去创造这个。可是他们并不是说要去排除外国人，他也不希望说让人家感觉你们就是讨厌外国人，他不希望这，他希望说你如果是好的外国人。
然后你也愿意在我们这边也住了很久，而不会说你拿到我们的一个国籍，竟然不会讲日文，你们讲的都是中文，就是在中国人圈里面去混，所以他希望说将来你们能够真的是喜欢我们这个国家，融入到我们这个社会，而不是说我们去排除你们，这是他们一个很重要的点。OK， 因为我会问这样的原因，是因为就是说日本我们都知道它人力结构，其实台湾也一样了哈，就是说整个到金字塔型的，它人力它缺工的问题，还包括说它的长照，很多其实也都必须要靠外来的一些，不管是移民也好，或者是在这边短期的居住，或甚至是索取常住权的这样的一些不管是中籍的或者是其他外籍的人士哈。那最近因为中日的风波，其实也祭出了这个旅游的管制。那所以呢，对于目前旅游业的冲击，您的了解是如何？对日本这边旅游业的话，它应该说是针对哪一种旅游业？因为冲击的话，应该是比较偏向大都市的。那大都市的话，因为我们知道陆客嘛，陆客的话，如果是团体去的话，因为他们不是说常去日本，就好像我们台湾常去之后，你会从大都市后来到乡下。那因为他们很多人都第一次去，就会锁定在大阪啊、东京那个大阪、东京啊、京都这种大的，所以对于这个比较大的都市的饭店，饭店的话冲击会有。第二个的话会锁定在高级的百货公司。为什么高级百货公司？原因就是我们知道陆客有一句话我很喜欢的一句话，就是说钱不是问题啊，喜欢全部都包走。他们买东西很喜欢，而且他们知道去那边可以买到很好，就是大户啊，对，就大户。所以这个是高级百货公司会冲击到。可是如果说从比较小的话，冲击就比较没那么大，因为我们知道陆客他们有一个习惯，是一条龙的服务啊。从你的飞机搭上来之后，然后搭上巴士，然后进入到大陆人他们经营的商店去买东西，所以你人不来之后的话，也会杀伤到。所以他们会去观察。另外一个点就是在春节的时候，因为现在是淡季，春节我们知道陆客就往外跑，买那个量会很多。过年嘛，过年那个会不会降？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冲击的是团体客。很多陆客是像个人，因为他们去很多了，他们知道个人去，只是说他们现在个人去的话都比较低调，不敢 po 上网，拍了照不 po 上网，不告诉人，采访的话都是必须要就这样，所以你要分析是团体客还是个人客。而且现在看是后续的这个效应哈，就是说它是不是会是一个比较中长期的？那刚刚特别提到，在这个美国的 NSS 其实不只是东亚这边或亚洲这边很关心以外呢，包括《华尔街日报》也报道说呢。这个新版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尖锐地批评了欧洲领导人对于解决乌克兰战争抱有不切实际的期望，他指的就是川普了哈。那也呼吁停止北约扩张这样子事情。那就分析说呢，这份文件凸显了美国跟欧洲之间越来越大的分歧，因为做法像是川普政府高级官员对欧洲内部政策的批评，还有美国政府在乌克兰问题上面的和平努力，把两件事情合在一起了。这也让很多的欧洲领导人担心，会不会让乌克兰被出卖了？最近这法国、德国、英国3大国的元首呢就秘密会议，德国总理梅尔茨还说，我们都被美国耍了。被美国耍了吗？这个可以从2个不同的角度来看川普还有他的团队，尤其是副总统，还有国务卿，最近几年常常批评欧洲，尤其是美国的这些传统的盟友国家，尤其批评的就是在很多，比如说 DEI 环保气候变迁相关政策。那乌克兰方面也是一个批评点美国很多这些右派政治人物是认为为什么一直要打，唯一解决方案是要说服或逼乌克兰接受部分的领土会继续由俄罗斯占领了，所以这个是一个批评点，就是所以可以从这个角度来分析川普还有这个 NSS 怎么分析、怎么批评欧洲。但是我不得不说，同时很多欧洲人从早就说川普会放弃北约等等，其实也是没有。虽然批评的确是有，而且是你觉得不会？就是批评是非常非常直接，甚至欧洲人会觉得，你怎么会这样？真的是非常不礼貌，一点外交的概念或对盟友的概念完全是没有。但是同时，
川普或他的国防团队虽然一直要北约国家提升国防预算，但是川普也没有直接说美国对北约的承诺我放弃了，也是没有，真的是没有。梅尔是这样讲说，我们都被耍，也就是说到头来最后乌克兰还是被出卖，最后被卖了嘛。但是乌克兰不是北约国成员国，对不对？ OK， 所以他们会担心，就是万一到时候俄罗斯的这个威胁越来越大，你觉得在这个时候短期之内，欧洲会跟俄罗斯发生冲突吗？简单回答就好。我觉得川普，我只能说到目前为止，川普没有放弃对北约的承诺，甚至像他第一个任期那个时候，就是还没有俄乌战争的时候。但那个时候，川普也是答应一些美国的部署，就是势力是可以调到波兰那边了， OK 也是公开是承诺了，所以他真的是没有放弃北约，当然是也有批评欧洲，各式各样的批评，很多不管是移民、言论自由等等，一定会继续批批评还是有，但是呢，万一欧洲以后有危险的时候，美国还是不会坐视不管的。你的意思是这样，对不对？我是觉得目前是。一直到川普正式说我们要退出北约，但是他也不会。那这个真的是会像是常常听到一句话 “wait and see” 嘛，哈。